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在你人生的旅程中，75岁是一个特殊的年龄，是晚年生活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，是一个人踏上从出生到临终这趟生命列车的重要驿站。它不仅代表着接近平均寿命的数值，更能初步地推断你是否成为人生赢家的可能，以及预示着75岁后的晚年愿景。当75岁到来时，你如果有下面这些指标和特点，还能够做到这3件事，那你绝对是人生的赢家。1. 头脑还一如既往清醒。有些人自从过了75岁，虽然还不至于是老糊涂，但是头脑已经开始不清醒了，越来越健忘，记忆力每况愈下。75岁就这样，再过几年或者是再过10几年就会不堪设想，极有可能会朝着老年痴呆的方向发展。有一次我去医院探望朋友，同一个病房里面有一位70岁出头的病人，虽然正值壮年，但是头脑已经不清楚了，不仅说话语无伦次，而且忘性特别大，即使没有确诊老年痴呆，但是已经萌生出老年痴呆的趋势外加迹象。头脑清醒从始至终都至关重要，因此日常的生活要健脑以及补脑，适当的活动左右脑，争取活过75岁以后，头脑越发清醒，既不会困扰自己，又不要为难儿女。2. 身体还能够完全自理。75岁的身体如若还能够自理，不得不说有福分。倘若在75岁前后就失去了自理能力，往后的日子不得不依赖老伴或者是儿女，等到卧床不起的时候，还需要考验老伴或者是儿女的人性。我住的胡同里面有一个老人，他从70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半身不遂，虽然当时能够勉强的行走，但是已经离不开家人的照顾。后来复发了，除了躺在床上就是坐在轮椅上，吃喝拉撒不得不需要家人伺候。即使他的家人没有怨言，他也感觉愧疚，心里面过意不去，却又无可奈何。3. 跟老伴还能够其乐融融。拥有老伴不等于快乐，更不等于高枕无忧。有些人虽然拥有老伴，但是跟老伴合不来，简直是冤家路窄。或者老伴走得早，拥有老伴已经成为了过去式，晚年将会呈现出重中之重的颓势。我以前有一个同事，经常保持联络。最近一次我跟他吃饭，听见他唉声叹气的，没等我问，他就主动开口叫苦不迭，无外乎就是老伴吵着要离婚，不离婚就会大吵大闹，家里面鸡犬不宁。他感觉经营家庭确实是很失败，能够勉强维系就知足，不指望跟老伴能够相互的照顾或者是相互的伺候了。从75岁开始，老伴如若还活着，并且身体健康，进而跟老伴大有白头偕老的态势，就应该以和谐相处为重，以包容对方为重。在这个时候放下脾气与执拗，放下你对我错的争执，是为了对方，更是为了自己。我们应该相互的扶持，共同面对晚年的挑战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从头赢到尾，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。75岁这个年龄点，不仅是一个转折点，更是我们对自己人生的检验。75岁左右的我们，牢记上述3项指标，看清自己，查缺补漏，延缓大脑和身体的衰老，与老伴共同创造幸福的晚年，载着幸福驶向这趟生命列车的终点。老人75岁时，身体基础是70岁时打下来的。70岁可以说是生命的决定期，为此要强有力的把握。这个时候如若能够轻松地完成以下3件事情，长寿就会可期。1. 还能够轻松吃饭，并且食欲比较好。人的生存离不开吃喝拉撒，想要长寿离不开吃好喝好。吃好饭谁都会短时间内吃好，可能大部分人都能够做到，难在长期的坚持这点。
吃饭不仅能够吃，而且还要上升到会吃的层面。长寿的老年人在吃喝方面有些共性，既不会暴饮暴食，又不会出现饥一顿饱一顿的情形。吃饭适时并且适量，无论是吃什么或者吃多少，还是什么时候吃，都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量身定做，营养尽可能全面，尽可能均衡。长期以往会加大健康长寿从口入的概率，减少病从口入的概率。2. 还能够轻松大小便，并且有规律。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如果没有出现不正常的现象，吃喝拉撒是人生的必经过程，因此在注重吃喝的同时，需要注意拉撒。3. 还能够轻松的睡着，并且睡好觉不是奢望，而是顺其自然的事情。睡好觉很重要，睡觉是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，既是为了实现休养生息，又是为了蓄势待发。相对年轻的时候，年过70，睡觉要轻得多，睡觉毛病基本上是有增无减。倘若如此，种种导致睡不好觉，不仅会给精神状态带来负面的影响，而且会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大困扰。如果你即使过了70岁，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不过早的睡觉，不过早起床，睡觉期间不会频繁的起夜，恭喜您，在这个年龄段，在这睡觉的方面，如果努力做到，既要讲究质量，又要讲究数量，归根结底是会打造出适合自身的睡眠方式，长期以往就会构造成助推实现长寿的积极因素。以上我们讲述了70岁时候的吃饭、拉撒、睡觉这3大日常生活。生命在于运动，健康正常的吃喝拉撒睡与恰当的运动密切相关。为此，轻松运动照样需要提上日程。轻松运动并非盲目运动，并非为了运动而运动，明智的运动就是适合自己，具体要适时以及适量。不合适宜的运动是过犹不及，甚至会适得其反。其实长寿有时候就蕴含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既要擅长发现，又要擅长运用。即使出现或者轻微或者严重的乱治，也需要及时拨乱反正，随时矫正偏差。自己既然最了解自己的身体，自己既然最在意自己的身体，也就需要自己多留心自己的身体。细节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寿命，而且会成为身体机能的晴雨表。生活中时刻要把这些细节的变化作为参考的依据，就能够早做准备，早做打算。毕竟人有远虑，才能够避免近忧。当我们老了，不管我们是处于哪种的生活层次状况，努力认清自己，把握自己，从现在做起，从点点滴滴做起，从日常生活做起，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健康长寿、晚年幸福之路，成为一个人生赢家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